今天我要跟大家更进一步的去分享我吃维生素 D3 的真正诸多原因啊。我第一件关心的事情是因为维生素 D3 是脂溶性的，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吃水溶性的营养素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们吃多了，我们身体很容易就把它排掉了。水溶性的营养素在我们身体里面停留的时间不长的，大概时间短的像维生素 C 几个小时就没有了，时间比较长的像维生素 B 大概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停留48个小时左右，它也就离开我们身体了。所以水溶性的维生素呢，过量的疑虑比较低。可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可以储存在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储存在我们身体的脂肪里面，所以我对它有没有过量的疑虑是比较有多一点的顾虑的。跟维生素 D 有关的书我也读了6本了，这6本书里面有3本是学者写的书，有3本是医生写的书。我跟你们讲很不一样的。学者是根据学术研究以后拿学术研究的数据出来说事的，医生是拿他实际病例跟他病人的关系出来说事的，两个都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但是意义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们自己需要去辨别，我们自己需要去做判断的。实际上补充维生素 D 它的剂量在学术界在科学界它是有不同意见的，所以它还存在争议的。有相当一部分的比较传统的营养学家认为，我们一天只需要补充600到800个国际单位 IU 就够了。可是也有一部分学者相信我们需要高剂量的维生素 D。 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自己本身不会凭空制造维生素 D 的，所以我们身体要得到维生素 D， 食物里面只能得到一点点。真正人体得到维生素 D 是需要靠晒太阳，经过 UVB 跟我们皮肤底下的胆固醇作用了之后，在体内经过一系列的转换，然后最后我们身体可以得到活性的维生素 D 给我们使用。当我们在学习低剂量的维生素 D、高剂量的维生素 D 究竟有什么区别，争议的点在哪里的时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就是母乳里面没有维生素 D。 从我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不合逻辑的事情就是母乳里面不应该缺任何营养的，所以我就特别花时间去关注这件事情。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维生素 D 的一个学者叫做Michael F. Holick， 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中心的医学教授，他的研究团队就曾经研究过母乳里面为什么没有维生素 D， 所以他有真正的科学研究报告。我也听了他的演讲，我也读了他写的书。母乳里面之所以没有维生素 D 的原因，是因为母亲体内没有维生素 D， 进而他们发现绝大多数人身体里面维生素 D 的量都比较少。那么当他们这些研究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其实全世界营养机构或者是卫生机构、医疗机构所定的标准他们认为这个定的标准过分的太低了。你会看到他们的标准大概是30纳克叫做理想，20纳克或20纳克以下叫做不足，10纳克以下叫做严重不足。可是 Holick 博士他的研究团队发现，母亲血液里面的维生素 D 的量少于60纳克的时候，母乳里面就没有维生素 D 了。就从他的学术研究结论，他们认为60纳克应该是人体需要维生素 D 的最低量，不是理想量。低过60纳克就应该被认为不足。而目前来看，全球的人口范围里面能够达到30纳克的人非常的少，那更不要说60纳克了。传统的建议让我们补充维生素 D 的时候，一天是600到800个国际单位。最后的结果，我们验血出来的结果，我们体内能够有多少维生素 D， 实在是有的人非常非常少，可能连10纳克都达不到。那究竟我们一个人需要补充多少维生素 D 叫做理想，叫做足够？我读了6本书，6本书里面有3种不同的见解，3种不同的见解都来自于医生。各位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题目多么的充满多少的矛盾跟不确定。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非常愿意考虑高剂量，但是我需要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高剂量的维生素 D 的风险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风险考虑清楚，盲目的补充高剂量的话，这是不聪明的，也是不负责任的。首先，过高的维生素 D 的摄入，最后结果是可以有不良反应的，有不良现象的，叫做维生素 D 过量，或者是维生素 D 中毒。那维生素 D 过量的后果是什么？大多数情况下，维生素 D 过量给我们引起的不良后果叫做血钙过高，就血液里面的钙太多，会引起一些不良反应的。因为维生素 D
会帮助我们身体从小肠啊，从食物里面多吸收钙回来。我本身是没有补充钙的，因为我认为我食物里面的钙是够的，那关键是我能不能够很好的吸收回来。那维生素 D 如果补充过量的话，担心的就是血钙过高。血钙过高这个问题要如何去避免跟如何去克服呢？根据这些专家学者给我们的建议，我们如果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D， 比较好的策略是同时补充适当剂量的维生素 K2。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到维生素 K2 是什么东西了。最早发现维生素 K 的时候呢，其实它是维生素 K1。维生素 K 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它发现的先后顺序排名顺位排到 K， 所以叫它维生素 K。实际上是维生素 K 是一个德国的学者，他发现这维生素 K 的时候，他发现维生素 K 有凝血的作用，而凝血啊，在拉丁语根里面叫做 coagulant 就是凝血的意思 ，K 打头的，所以他们就叫它叫做维生素 K。最早发现的维生素 K 实际上是凝血作用的，其实那个我们应该把它叫做维生素 K1。后来因为他们发现跟维生素 K1 啊化学结构非常近似的另外一种维生素 K， 新发现的这种维生素 K 吃下去了以后，我们体内会出现一种物质，这种物质会把我们吸收进来的钙啊，从血液里面带到我们的骨骼去，而不会带到我们身体的软组织，这个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摄入的钙去到软组织了，我们软组织就会钙化，比方说血管的钙化、乳房的钙化、我们肾脏的钙化，它到了软组织里面去了之后，会引起组织的钙化。可是如果我们服用了这种新的维生素 K， 它可以把这些钙真正就带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这才是我们真正希望钙去的地方。当人们发现这种维生素 K 的时候，就给它起名叫做维生素 K2， 它跟 K1 是不一样的，它有小小的凝血作用，但是它更多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把吸收进去的钙带到骨骼去。这种维生素 K2 的形式呢，活性比较低，后来衍生出来的一种形式的维生素 K2 叫做 MK4， 当时大家就蜂拥的就开始补充 MK4 形式的维生素 K2。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发现另外一种形式的维生素 K2 叫做 MK7， 我们的生物利用率会更高。所以现在市面上卖的维生素 K2 应该大多数都是 MK7 的了。所以这些书本里面教育我们，告诉我们，当我们补充高剂量维生素 D 的时候，比较理想的是维生素 K2、MK7 同时一起摄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预防跟避免血钙过高。当时我得到了这些知识以后，那我觉得我就比较安心了。对于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D3， 我就比较没有顾虑了。他书本里面建议我们每1万单位的维生素 D3， 我们就要配合不低于100微克的 MK7。要用这种方式去搭配一起服用的时候，就不大会有维生素 D 过量、血钙过高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你不服用维生素 K， 仅仅是大剂量的吃维生素 D3， 它真正带来不良后果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其实根据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做的实验呢，这个几率也很低啊，几率并不高啊。在英国的一个机构，他们跟印度联合起来做了一个测试，人体测试。他们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印度做，这些印度人呢筛选了一些样本出来，人呢，然后呢每一天给他们服用10万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3， 没有维生素 K 的。这个实验做了3个月，3个月的时间，实验结束了以后，经过体检证明这些人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这个实验就结束了。当然他不能说100%，但是至少做实验的这个群体啊，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有趣的事情是，这个实验结束一段时间之后，印度的实验单位给英国人发了一封邮件，跟英国人解释说，他们在测试的时候，药剂师配剂量的时候出现了错误，计算出现了错误。实际上这些受测的人呢，每一个人每一天服用的维生素 D3 的剂量高达了100万个单位啊！这一群人呢，每一天服用100万个单位的维生素 D3， 高达3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异常啊！当然，这个结果，这些教授们还是在强调一件事，它并不能说明所有的人吃高剂量的维生素 D3 都 OK， 但最起码它可以告诉我们，高剂量的维生素 D3 还是相对安全的。实际上，如果你配合维生素 K 一起去吃的话，它的安全程度更大幅度的提高。这个让我觉得很安心，因为我的目标，我的标准，我是希望我的血液里面的维生素 D 可以达到130纳克以上。我每一天我吃3万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3， 配合300微克的 MK7， 这个剂量呢，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吃了大概4年了。目前我血液里面的维生素 D 的浓度大概在240个纳克左右，大概高过全世界 99.9% 的人呢。我体内维生素 D3 是非常高的。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是一个高度争议性的题目，大家不要忘记了60纳克的时候母乳里面才会有 D 的，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60纳克是基础，是最低的量的。有一部分的医生认为130个纳克才是理想的量，所以这个部分见仁见智，每一个人要为他自己做决定，然后为他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但是高剂量的维生素 D3 配合维生素 K2 一起服用，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有必要考虑的事情。在新冠出现的时候，在欧洲跟美国有一部分的医院的医生呢，开始逐渐重视维生素 D3 在新冠治疗里面的贡献。在新冠发生大概6个月左右，欧洲先开始有一些医院，他们开始对病人呢做一些临床的实验呢。除了传统的医疗手段以外，他们给病人注射高剂量的维生素 D3， 他们发现在高剂量维生素 D3 的帮助底下，重症病人的百分比大幅度的下降了。后来我们了解更多的新闻，让我们知道重症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因为免疫风暴造成的重症然后死亡。那免疫风暴究竟是什么？免疫风暴的底层逻辑是我们自我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了，就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就像释放了的野马一样，失去控制了，火力全开了，把病毒消灭完了以后关不住啊，这套免疫机制关不住，然后开始攻击我们自己的身体了，往往呼吸系统被攻击的次数是最多的，最后导致我这个免疫系统的主人呢，被它攻击到最后无法生存了。在这些医院的医生呢，还有很多学者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他们提出来一个见解，而且这个见解是有相当科学根据的。他们认为维生素 D 在我们的免疫力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我们一般人都以为，哎呀，我们需要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那免疫风暴如何解释？免疫风暴的意思是说，你的免疫力太高啊，叫做免疫风暴了。平时我们在讲的提高免疫力，究竟这个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后来我在这些学者里面，他们讲的是调节免疫力、平衡免疫力，而不是单纯的提高免疫力。我们人的身体对免疫的需求有的时候低，有的时候高。你不需要这么多免疫力的时候，你的免疫就应该下降。你需要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把它调高。免疫风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发挥的太过度了，然后关不上，无法调节。那么根据他们的学术理论呢，他们认为维生素 D 在我们体内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免疫力的重要的调节的阀门，重要的调节器。他们认为维生素 D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不至于让免疫过低，也不至于让我们身体免疫过度，它是我们身体免疫力的一个调节器。所以当时我读到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引人入胜啊。所以我当时采取高剂量维生素 D， 实在说就是读了这么多的科学报道了以后，我做了一个这个我觉得是我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啊。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我周围的朋友们，我都建议他们服用高剂量维生素 D， 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也就是维生素 D3 跟维生素 K， 我们应该如何摄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感谢大家。